起来祷告。我们的天父把我们的耳朵和心交给你，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今天的经文我们把它掰开了、揉碎了，泡化了，有3样东西呈现出来。其一是光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。第5节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，却仍在黑暗里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。第6节和第7节。那耶稣告诉我们，神是光，那不是红口白牙的说，而是用他的生命、血和十字架显明出来。气魄呢，不在于这几行字，而在于说这话的人，他其实就是光。耶稣用语言诠释他的人，用他的人证实他的话，这言行一致。为什么是光和黑暗的对比？约翰不做任何解释，人人都知道光和黑暗，大可发挥想象，下你自己的定义。我们楼下这个停车场有这个装的这个什么呀？叫这个 security light， 叫这个中文不知道叫什么，叫警戒灯有感应装置，人一经过会自动亮。那很多人这个家院子里面呢，都安置的这种灯。那么这是个灯光而已，又不放电，又不咬人，怎么还能说防贼、防坏蛋？利用一个最简单的道理，贼害怕光，而光让人感到安全。所以各个国家的这个警察随身装备一定要有什么呀？手电筒尤其是这个强光手电筒，有的时候呢比手枪还好用。所以耶稣说他是光，他的话是光，他的生命之道是光。而黑暗是什么？很多年前我在唐人街遇到这个什么呀？异端教会派发传单，就发到我手上。那么我习惯性的问他，我说你们是哪个教会的？他说就是教会的。我这一句话我就知道不对头。我那个时候我年轻又好事，我再问，我说你是具体哪个教会的？他说那就是普通教会的。我再问，我说你们教堂叫什么名字？他说这个传单上有，你自己看吧。那我一看，异端。这3句话说问不出来路，你连这种底气都没有他难道不对自己的信仰有怀疑吗？光永远不会遮遮掩掩、羞羞答答、犹抱琵琶半遮面。那我们出去，人家问我说你们是哪个教会的？很少的生活会，那还生怕人家不知道，说听教路你往上面走，半山坡一眼你就看见了，没尖顶的那个就是。这马路上这个摩门教，2个洋人大小伙子白衬衣黑裤子，讲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手里经常拿着的是圣经，招摇过市，而不是摩门经。摩门经放在哪儿？裤腰带后面，要不就是挎包里。先拿圣经给你看，把你稳住了，差不多了，再从背后掏出摩门经。这恐怕不是光的行径。澳洲所有大小旅馆的这个房间，你拉开抽屉，必定有本圣经。如果没有，客人有权利要求前台送来一本。这个圣经的造价不低
最便宜差不多20块，敞开了给你看，你喜欢你可以拿回家。光是公开的、敞亮的、大方的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是光对我们来说，意味着要面对自己的罪。其实只要解释明白了，认罪不难。这个罪不是专指是刑事犯罪，我们俗话说的犯法。罪人呢，不是中国大陆所谓的犯罪分子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，这是狭义的罪。圣经里说的罪是广义的罪。有人说这个是基督教说法当然不是我们老祖宗早就有耳提面命，说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。你偏偏视了听了，这就叫罪。孔子提倡说仁义礼智信，那凡是非仁非义非礼非智非信，那就是罪。而人无完人，你只要不是完人，就是罪人。中国人，你说有敢说我把仁义礼智信做全了，做到家了，我是一个完人的吗？正常人是不会的，更不必深挖说我们究竟干过哪些勾当，说过哪些话，心里起过什么念头。当然也没有敢放胆真的说的。个人你深夜里面你自己一个人想想，这简直是羞煞我也。所以在这个层面上，我们大家达到共识，承认自己是罪人很简单。认罪很简单，但是愿不愿意到上帝面前认罪，愿不愿意把罪带到光底下，完全是两回事。你譬如说撒旦，你说撒旦知不知道自己是谁？他完全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他不会有幻觉，我是个天使他不但知道自己是撒旦恶魔，更认识耶稣上帝。这新约里面谁最先认出耶稣是上帝的儿子？撒旦。人还没反应过来，他一眼就把耶稣认出来了，说你是上帝的儿子。但是这和到上帝面前认罪，把自己带到光底下，完全是两回事。现代的中国人很少提罪，而是谈什么呀？谈心性如今不是有个词叫幸福指数吗？你的幸福指数和你的心性有关。你要把心放宽，在心态调整上下功夫，你甚至和饮食有关少吃油腻上火的东西，多出去走走，却甚少提及和罪有关。因为大家听着不舒服，你自己犯的罪，别人犯的罪，其实是损害你幸福指数的关键原因。圣经上所讲的十戒，就是贪婪、恨、奸，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什么天条。十戒那就是天条，大家都犯天条。你不贪，别人贪；你不恨，别人恨你。你心态宽，别人心态可窄。你能幸福才怪，你幸福能长远才怪。不但这时候幸福指数低，将来还要面临上帝审判。你说谁爱听这种话？可惜这是上帝说的。所以第8节约翰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。第10节，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，便是以神为说谎的，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了。那所以我们要悔改吧？上帝说不对，差一步。谁还不知道要悔改？
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亡羊补牢，迷途知返，悔过自新，弃恶从善，洗心革面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，浪子回头金不换。你光是成语我能说一大堆。悔改这个口号标语遍地都是，并不稀罕。差了一步，还差了赦免这一步。好比我犯了法，警察过来给我戴上手铐，我说你给我松开，我要悔改。差了一步，哪一步？先关起来审判了，坐完牢，你出了监狱大门再悔改了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，急需要的是有人把手铐给打开，在法庭上给我们辩护，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问题的关键在谁能真正赦免我们的罪，把过去做的错事，今天早晨做的错事，将来做的错事一笔勾销。只有上帝耶稣，他为此而来。所以约翰看的是真正的。第10节他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你先到耶稣面前认罪，一脚踏到光里面来，在光里面走的人才谈得上真正的悔改，才能真正的悔改。所以在第2章第1节把耶稣叫做什么？中保。什么是中保？就是保人啊。耶稣说把手铐给这人打开，没有人可以定你的罪，哪怕在上帝面前也不可以定你的罪，因为你是我的人，我已经为你被定死，该判的罪我已经替你担了。所以基督徒是不戴手铐的自由人，其他所有的宗教都告诉你，你是带着枷锁、带着手铐脚镣的罪人，你戴罪立功吧，你说不定你功劳大了，能赦免你。而耶稣说，你到我这里来，相信我的罪得赦免，让你一身轻松。你现在去自由的爱，自由的悔改，自由的在光里面，你慢慢学着走。这是其2。其3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第7节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就个人来讲，这句话让我对约翰有更深刻的认识，甚至可以说更有好感，因为他能写出这样的话，可见他把耶稣看得透透的。难怪有些人认为说基督教是精神鸦片，给你描绘一个以后的天堂，你现在眼巴巴的等啊看啊，这叫做画饼充饥。那实际上他们不知道，基督徒眼前有个实际的好处，叫做彼此相交。天堂自有天堂的美，现在看不见，眼前能看见的，能下手去干的，是教会里面融洽、和睦、凝聚的关系。回过头来，你说罪，之所以是罪，带来的伤害并不是说让我们短命折寿，而是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所以你想想，上帝给以色列人颁布的10诫，无一不是为着维护人际关系。说我偷你的，我惦记霸占着你家的房子，我牵走你的牲口，我勾搭你的老婆，造成什么害处？哪一样不是破坏兄弟情分，使人和人之间横眉冷对、剑拔弩张？而上帝所成就的、所救赎的、所修复的，不只是我们将来有天堂可去，而是现在开始就有亲密的关系，
我们认罪悔改的目的，不是为了单纯行为的高风亮节。我们说好的行为，好的行为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说圣洁，圣洁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说圣灵结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，这都是干什么用的果子？无一不是为了兄弟情分关系，无一不是为了大家在一起能够更高兴、更团结。而这句话不是约翰动脑筋发明的，一个犹太人对着教堂里的希腊人、非洲人、埃及人说：“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啊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吧。”这绝对是破天荒的事情，必定约翰的生命发生了重大转变。这不叫洗心革面，这叫大换血。我们曾经说过，说中国人说就爱买房子啊。最近这附近这个房价炒得高高的，马路对面卖楼花。几个星期前，星期六，我开车经过，那是早上8点半，门口排队，排到办公室以外20米。我打眼一看，清一色的黑头发，就在马路对面。说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爱买房子买地啊？是因为在我们的血液里面，我们祖祖辈辈、世世代代是农民。农民血里面爱地啊！诸位，你别说，我是城市里面长大的，你们都是农民，骨子里面的农民。我的爷爷还是从农村出来的，在座的你不是父亲辈，就是爷爷辈，肯定是农民。我们做了几千年的农民，农民爱买地，这是血里面的因素。所以你注意这个中东人很多都领这个失业，领失业金，领这个社会福利，但是家里面有个什么，有辆豪华车。为什么？中东人世世代代是牧民，牧民爱什么？爱马，爱坐骑，爱牲口。有匹好牲口，心里面就踏实高兴，在血里面爱。到了城市就变成买好车。所以犹太人从血里面都和外邦人相交，这是世世代代、祖祖辈辈传下来的，从小就知道我们是独一无二。一本旧约到了他们手里面，好东西没学会，尽学会了，怎么排斥外邦人？成了一个排外宝典。几千年下来都是排外，也被人排。而到今天也是，真正的犹太人和你做生意归做生意，不会和你相交。他是血里面的不会，不吃你的饭，不穿你的衣呀，要不我穿纯麻的，要不穿纯棉的。你们这个衣服是棉麻混纺的，绝对不穿你的衣服。甚至不和你握手，尤其不和女人握手。你说他香的哪门子交？即便有交的，也不会登堂入室的深交。而约翰说：“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就彼此相交。”这好比说中国人面对着好房子、好地，不心动、不手痒一样。这是约翰的血里面、骨子里面发生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句话本身就让我们看见，必然是约翰从耶稣身上看到了福音的真谛。光、认罪赦免和相交，这是今天经文呈现的3样。我们上回说过，从圣经里面对约翰只言片语的侧面描写，
和他留下的文字来看，这人内心丰富、细密、敏感，甚至可以说有些阴冷的感觉。为什么耶稣最喜欢他？没法说。但是在12个胡子拉碴、大大咧咧的门徒里面，约翰绝对是个另类。所以达芬奇的名画《最后的晚餐》对12个门徒有极生动、极到位的描绘。里面那个外表最年轻、长得像女孩子的那个，就是约翰，面容忧伤而泰然。他是和耶稣最心有灵犀的人。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连素来以胆大彪悍著称的彼得都逃之夭夭，3次不认耶稣。约翰竟然一路跟着耶稣，一直跟到十字架底下，仰着脸看。耶稣最后几句话交代给了谁？约翰。从被钉到咽气，约翰一直仰着脸看。耶稣临死那一幕必然深深地刻在他心里面，对他灵魂的冲击，对他人生的改变无法想象，无法描述。多年后他写下这样的话：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句话让神学家们费尽周折，长篇大论。和创世纪中先造了光，上帝说有光就有了光，耶稣是上帝的道，通过他才有了光。这种理性的认识是象牙塔里面的雕琢，干瘪枯燥的论调。让我感兴趣的是，约翰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是倾注着怎样的一种情感。这不是神学论文，不是一个评估认定，而是和耶稣相识相知的人发出的由衷的感慨。他不是写下说耶稣真是个好人呐，上帝派来的人果然不凡呐，而是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，以至于让我遐想连篇，当年的耶稣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身上不带光带电，摇曳生姿，是个相貌极不起眼甚至丑陋的人，衣着寒酸，也不像个德高望重的智者，手里面无权无势，就是个年轻后生，竟然让见过他风采的人体会上帝是光。光不是用作观赏，而是要我们因看见光的美善，心生向往，愿意走进去，把罪摆在光下面晒干、晒死。在光里面悔改的人，不会心怀叵测，和自家兄弟们斗智斗勇、睚眦必报，而是真心的相处，频繁的交往，实心眼的爱。这确实是福音的真谛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上帝，你是我们生命的光，我们愿意到你的光中去，脱离黑暗。为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的相知相交感谢你，求你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彼此相交。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